江波，你离开这儿吧，你跟我们走吧。你离开这儿，想做什么都可以，做你喜欢的，开工作室也行啊，我跟祁连都支持你，我还给你当助理，行吗？江波，江波，江波，我离不开的。无论跑了多少次，他都会把我带回来这里。你是离不开还是不敢啊？江小媛，你不要管我了。我不管你，我不管你，谁管你？我跟祁连是专门过来找你的。你要说你不喜欢美妆，你就别画这么多图啊！你想一辈子都被你妈困在这儿啊？岳宁川都告诉我了，你一直都想逃离你妈妈的掌控。你看看，我都给你带来了。你看看，你17岁参加国际美妆大赛的作品，你17岁就拿了区域赛冠军。你再看看，这个烟熏妆，技法和攻击性都很强，还有这个，你把他的嘴缝上了。你想告诉大家你的人生处境很难，你有口难言，所以你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化妆这件事情上，对吗？我也听说了，你刚从精神病院里出来的时候想一了百了，是接触了美妆才会觉得生活有点乐趣。你那个时候那么难都坚持过来了，现在又在这放弃什么呢？
你现在觉得喜欢，觉得开心，是因为你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困难。等哪天你付出努力也得不到回报的时候，也许你就没有这么喜欢了。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已，需要那么多理由吗？你想想，你那么热爱这个事业，你那么有天赋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肉体可以被困住，但灵魂是谁都左右不了的。你是想当烂泥一样的活着，还是出去跟我们做你喜欢的事情？就看你自己了。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，就这件事情不行。如果做不了化妆师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范总，蒋波他想清楚了，他要跟我们一起走。小波，你想清楚了？妈妈提醒你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妈妈给的。走吧。走。你先在这儿坐一下。要不要喝水呀？你想吃东西吗？如果蒋博没有参与进来，那他为什么会把小袁留在身边呢？给，你
要是累了就歇一会儿，啊。我给你煲点汤吧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喝点汤会好很多。事先声明一点，我对他的特殊照顾只限今晚，明天就给我走人。给他煲的汤，他一口都没喝，他也怪可怜的。要不你多收留他几晚吧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我送你。好。我已经跟学校办好了离职手续，明天就可以搬出来了。到时候去日日家住2天。你可以住我这儿。怎么住啊？你家沙发都被蒋博占领了，难不成你还要赶他出去啊？你睡卧室，我睡客厅沙发，他睡门口，顺便开门。他又不是看门的，你干嘛欺负他？反正工作完了之后，我们就会搬出去的。什么你们我们的呀？到底谁才是你正牌男朋友啊？当然是你啦。蒋博现在处境可怜，我们帮一下也是应该的。收留他一阵子没问题，但过段时间之后，你真的要继续做他的助理吗？他跟我们出来，范小小肯定会在全行业封杀他。估计应该没有人敢用他吧。如果想要生存下去，可能就得开个人工作室了。而且以他的能力，接点私活应该不成问题吧？我就继续给他当助理呗。一来提升自己的能力，二来也能积攒人脉。哦，对了，我想参加今年的全国美妆大赛。小袁，有件事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说。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情，我觉得现在可能不是参加比赛的最好时机。准备比赛想必很辛苦，要不然还是先休息一阵子。不用休息，机会难得。怎么了？杞人忧天的样子可不像你哦。有吗？那当然啦。明天的事儿明天愁呗，反正总会有办法的。
你看看我现在就很想得开啊。我原来以为我1年的时间到了，我的日子也到头了，但是呢，我发现你好像没有做实验后的后遗症哦，所以我的心也落回到肚子里了。哎，现在觉得未来简直无限美好呀！突然发现城市的夜景还挺美的哦。江小媛，我一定会找到办法，取出你身体里的芯片。好美啊！是吧？我能听到你呼吸，是啊。让一无所有的我想找回自己。你真不打算跟他说呀？这芯片再不取出来，那是很危险的。不了，我不想影响他现在的心情。等找到风险最小的取出办法，再告诉他也不迟。你们起这么早啊？我给你们带了早餐，你先吃啊，我跟他说点事儿。蒋博啊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参加那个全国美妆大赛，怎么样？我不去。为什么呀？你要是能拿到奖的话，你就可以向所有人证明你是有实力的，这样的话，网上那些恶评都会消散的，生意也会随之而来。没理由不去啊！你难道不知道全国化妆师大赛的主办方是谁吗？我当然知道啊，星河嘛。但是咱们是正规渠道去参赛，他范小小也没有资格剥夺我们的参赛权利吧？就算你能参赛，范小小是大赛的评委之一，他想筛掉什么人，那是分分钟的事儿。我没希望的，你放弃吧。我都查过了。今年大赛新增设了一条规定，所有比赛的人每一轮比赛的每一个作品都要上传官网，这样避免有黑幕，你懂吧？如果咱们的作品够炸裂的话，范小小他一个人也干涉不了。你仔细研究过报名资格吗？中级证的化妆师都可以吧？独立化妆师要持有高级证才能参加，只有以工作室名义报名参加的团队，才能夹带一定的中级化妆师一同参赛。哦，哎，那正好哎，咱们成立一个工作室，你以后再当化妆师也需要工作室的，怎么样？我懒得跟你说。哎，你坐，你坐，你坐，那个我去帮你拿啊，你坐，你坐。来，热的。我是要喝水。哦，我帮你倒啊。我也想喝水。你先自己倒啊。不是，你都什么毛病啊？伺候我上瘾了吗？我之前发你工资的时候，也没有见你对我这么殷勤。你现在是在可怜我吗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我不一直都对你挺好的吗？江小媛，你不用再讨好我了，行吗？我不会去参加比赛，我也不打算开工作室。你把我从家里捞出来，我真心感谢你。
但并不代表你所有的要求我都会答应你。以你的能力，另谋高就吧。还有，我不想带个拖油瓶。你说这话太过分了吧？要不是小袁，你现在还被范小小关着不见天日。那我就得赶集替林生。哎，你们好好说行不行啊？小袁，你先进屋待会儿，我跟他单独聊聊。小袁昨天救你的时候就提过，他愿意继续做你的助理，跟你一起开工作室。你要是不愿意，当时怎么没反驳呀？开工作室哪有那么简单？更何况以我现在的处境，他跟着我能有什么出路呢？他找个好点的团队不比跟着我强吗？看来你还知道自己现在是个什么处境。小袁处处帮你，就算知道你是被范小小吩咐着来监视他，他都没有记恨。结果你就这么对待他。我找江小媛不是范小小的意思，那是谁的意思？还轮不到你来问我。你还跟我装傻？要不是我们保你，你觉得你来之不易的自由能维持几天？你威胁我？对，我就是在威胁你。我不是江小媛，跟你没情分。你要是不能对我有价值，我何必淌浑水救你？我当时在书房看到江小媛的资料，猜测星河可能会招她，所以我提前把她招到我手里，想着以后能跟我妈谈条件。范小小的书房里，除了这份资料还有什么？我记不清了，当时拿了我就走了。那他为什么关注江小媛？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？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你怎么就这么烦呢？行，你不想说，我也不会逼你。但这样一来，你对我来说就没什么价值。我现在就打电话给范小小，通知他过来。你把我送走，你准备怎么跟江小媛说呢？你现在想起来江小媛了？你不是不愿意跟他一起开工作室吗？我是为她好。那也要他自己觉得好才行。江博，我会愿意帮他救你出来，是因为你对他来说还有价值。所以他想跟你一起开工作室，你不用顾虑别的，陪他开就是。是吗？你就不怕这丫头以后对我越来越伤心，抢了你的位置？你要是真有这个本事，就试试看。你们聊完了吗？聊完了。他答应陪你一起参加比赛，还有开工作室。真的啊？那太好了！你怎么说服他的？他就是个受虐体质，不习惯别人对他好，怼他两句，什么毛病都没了。那我们得快点行动起来了。距离大赛报名截止不到1个月了，我给你说一下我的想法。来，你坐，你坐。哎，齐言，你先工作去吧，我跟他商量点工作室的事儿啊。哎，我是这么想的。不急，我们先。我可以和你们一起聊。今天就当成我们全体合伙人的初次会议吧。啊？你也要参加啊？呵呵，看来有些人自作多情吧。为什么不带我？你不会没装啊？再说了，你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啊？那你没有启动资金吗？我有。
对啊，我这有50万，可以全部入股，算你20%技术股，工资5000，提成立万算，怎么样？可以。那我们是不是得给工作室起个名字啊？比如说什么千华？哦不，晚风怎么样？死你！那你说叫什么嘛？哦，叫博源行不行啊？我去上班了。干嘛呀？你真不打算让他入股啊？我不打算。情感这种东西啊，要是和利益牵扯在一起，那就不纯粹了。而且你的喜怒哀乐也会跟着受影响。如果两个人站在不对等的位置上，这段关系迟早得结束。哎，工作室到底叫什么名字啊？起名字嘛，随便取一个都可以啊。开工作室没那么简单，事情多得很。这不有你的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两个人分工效率很高的。我是天才，你见过天才管这些俗事吗？我准备睡了，你自己忙活吧。哎，合着这都是我的活儿啊。这边30。喂，50万啊，太贵了，那我们得再考虑考虑。哦，谢谢您啊。好。哎呀，你快点，你站着干嘛？咱们还有那么多店铺没看呢，快点儿。咱们现在只有50万，租完店铺、装修完，再采购一批化妆品，应该就不剩什么了。要是工作室开张之后还接不到足够的订单，那很快你连我的工资都付不起了。虽说这个工作室是因为参赛才成立起来的，但是蒋老板，你可不能再这么无所事事了，要考虑下前景才行。我差点忘了件要紧事啊，以工作室名义参加比赛，必须要有主办方的邀请函。啊？还要邀请函？废话，这种规格的比赛，你以为是哪个野鸡工作室都能参加的吗？更何况我们现在连手续都没办起来，你觉得能有这样的殊荣吗？那就是成立了工作室，还是没有资格报名参加呗。对，所以我就想提醒你这一点，很有可能我们白忙活一场。不要紧，手续我来办，我再想办法宣传一下工作室。哎，你那些老客户都在吧？邀请函的事情你想想办法啊。我现在风评不太好，这件事儿慢慢来吧，我尽可能想想办法，好吧？不是尽可能，是一定，大哥。咱现在要钱没钱，要资源没资源，要口碑没口碑，还树立了范小小这么强大的敌人，以后的路多难走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？我请你吃点好吃的吧。服务员，拿菜单过来一下。先生，您先看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你看吧。这么贵，大哥，咱都穷成这样了，还吃这个呢？走。真走。这是6年前警方提供的事故报告，
你能告诉我，为什么怀疑诺亚的死跟范晓晓有关系吗？因为灯塔系统当初的睡眠舱，现在就在范晓晓的手上，就是前段时间曝光的诺亚方舟游戏舱。他甚至瞒着所有人，还在继续进行着实验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如果睡眠舱在他手上，那当年坠下山崖的又是什么呢？睡眠舱可是诺亚亲自押送的呀，要是被人调了包，他不会不知道的呀。可能性太多了。也许当时车上的人根本不是诺亚，又或许，诺亚在车祸发生之前就已经遇害了。范晓晓既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睡眠舱，又让整件事情死无对证，足见他早有预谋。如果诺亚是被他害死了，这太可怕了。我一直在想，范晓晓到底是怎么盯上灯塔系统的？会不会是实验室的内部人员勾结了范晓晓，一起害了诺亚？这不可能。诺亚挑的人向来都很有职业操守。至于范晓晓，当年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，谁都不会觉得他有能力收购明光实验室，更别提去跟他勾结了。这么晚了才回来呀？怎么还没休息啊？还在忙工作室的事啊？我刚整理完资料，想着还有点时间，就看看别人的工作室是怎么运行的。您见过这种芯片吗？见过，这是我老东家生产的一款医疗芯片。用法嘛，就跟这上面一样，植入脑部，与神经中枢连通以后，可以用来记录人的神经元信号。说起来，诺亚就曾经向总公司申请过这样一批芯片，说是打算给将来的实验者植入，以便对灯塔系统做个升级。可惜啊，他什么都没来得及做，就出事儿了。哎，你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呀？那您知道这种芯片要怎么取出来吗？想要取出倒也不难，就是要等满1年。1年以后，芯片会自动从神经系统上脱落，进行微创手术就可以取出了。就这么简单？难道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损伤吗？只要操作得当，当然是安全的。但是要在脱落之前强行取出的话，恐怕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。被植入的人也要小心避免剧烈撞击，以免芯片错位。怎么了？等我一下。
我江小媛以此为证，我欠了祁连一份恩情，以后一定赴汤蹈火，替他办成一件事。如有违背，就让我永远回不了家。我来找你兑换心愿，可以让我加入你的工作室吗？你都把它拿出来了，我还有拒绝的余地吗？你为什么一定要加入啊？我可不想跟你扯上利益关系。沈方舟的美发店不也是我投资的吗？我看中了你的实力，觉得你们工作室未来肯定能火，趁机当个大股东，多好。就你心眼儿多。小袁，我只是不想你太辛苦了。再过一段时间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俩能不能不要那么腻歪，让我好好睡觉行吗？吵醒他了，我去给你热杯牛奶。这么快就到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轻点啊。吃饭了。吃饭了。快吃饭。喂，江远，你张老师喝多了，你快来看一下啊！啊？高总，我今天真的喝不下了，下次再陪您喝个高兴的。您看，上次我设计那个盛典的妆容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对你的实力我一直特别认可。高总，那您能不能给我一张全国化妆师大赛的邀请函？哎，小蒋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特别想给你这个机会，但你也知道，邀请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给的。高总，
咱上次不是说好了吗？只要您满意，您就会考虑这个事情。这个邀请函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只要您给我这个机会，今天的活我都给你干了。小蒋，你这是要我把话说明白啊？范总在行业内放下了话，谁要给你机会，那就是跟星河撕破脸。你帮我做设计，我当然乐意了，但犯不着为了你趟这趟浑水吧。江波，你别碰我！你跟谁发火呢？蒋博，我告诉你，不是看在你妈的面子上，我连给我喝酒的机会都不给你。高总是吧？我记得你以前挺巴结蒋博的呀，怎么了？人一出事儿就急着踩一脚，你可真够没品的。你别拉我！你怎么回事？干嘛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人？你以为我想吗？我还不是在为我们想办法。可我找了我能找的所有关系，没有一个人肯给我们邀请函。就算要找机会，也不能让别人这么欺负你。范小小现在把我逼上了绝路。你要是还想参加比赛，就离我远一点，还有一线机会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有没有把我当朋友？即使不参加比赛，开美妆工作室不也是你的梦想吗？祁连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工作室装修好了，我就先过来看看。你可真够烦人的，我本来还想给你个惊喜呢。带你参观一下啊，你看，基本都装修好了。我觉得前期的客人不会很多，所以只购置了2台化妆桌，够咱俩用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里是会客区，那儿是等候区，整体来说都是挺宽敞的，还有咖啡机啊什么的。哦，这是你的房间，很快你就可以搬进来了。还凑合吧。凑不凑合，工作室都开起来了，明天你就要开始干活喽。干什么活啊？给客人化妆做造型啊。明天下午1点，孙小姐约了你，她要参加一个文化沙龙，你想想给她做一个什么造型？下午4点，唐老师约了你，他要参加一个晚会，你也要给他打扮得漂亮一点哦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啊。这些活你为什么不自己干？你别忘了，你可是有提成的哦。大哥，我明天1天的时间都被瑞瑞约走了，我可忙不过来啊。反正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，咱俩都挺忙的。你哪来那么多订单？忘了告诉你，我之前录了很多美妆视频，然后我还替美发店录了一个视频，特别火。我最近拍了一个视频又火了，所以很多慕名而来的客户够咱俩忙一阵子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啊。继续参观吧。我觉得他应该是被我的高效率给吓到了，一时半会儿还抑郁不了。只要让他找到他熟悉的领域，很快他的自信就会恢复回来。怎么感觉你们2个的位置颠倒了呀？现在你更像个老板。
可能形势所逼我成长吧，毕竟这些事情还是要有人做的。等以后有时间，我还想学点新东西，然后考一个高级证出来。那化妆师大赛的事情，就这么算了？强求不来的东西，应该缘分未到吧。以后再说呗。你开你的车，我就说几句话。哎，你听过 Niki 这个人吗？他是福布斯排行榜前10的美妆博主，他在08年的时候就已经小有名气，现在已经是全球的顶级网红。他分享的视频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，他用11年的时间让大家见证了他事业上的成长。他现在的商业价值还有技术，已经超过了同行很多专业的化妆师了。你想说明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全国化妆师大赛不应该只用专业资格证和内部邀请函来决定。现在很多海外的美妆大赛都对美妆博主开放了报名资格。一旦国内的短视频平台发展起来，这些博主将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，这对整个时尚行业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你想让我去找主办方，开放美妆博主的参赛资格？这大概是他唯一能参加比赛的方式了。而且这个团体自带话题和流量，对于主办方来说也是一种变相的宣传。对了，这个是我对美妆博主行业的研究报告，你去说服他们的时候可能会用得上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次的主办方骑士集团是其中之一吧？要让你失望了，骑士集团的关系我可能攀不上。为什么？齐茂清他不是你爹吗？范小小是你妈，你不一样攀不上星河的关系。切，不帮就不帮，干嘛火药味这么重？先把我放下来吧，让我白起这么惨。你干嘛？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呀？骑士集团的门路求不上，但我从侧面打听到，这次比赛的媒体合作方准备把比赛拍成综艺。你的提案，他们应该会感兴趣。今天谢谢你啊，其实工作室起步挺难的，谢谢你帮我介绍生意。跟我你还客气啊，哈哈。小云啊，我觉得你跟以前不大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以前我也想帮你，不光是我，还有班上其他同学也是。不过你总是拒绝所有人的好意，什么事儿都得自己干才满意，自尊心强得让人讨厌。是吗？我都不记得了。
自尊心强的另一面是自卑，越是怕人看不起，就越要强和排外。不过这次见你，你比之前自信多了。虽然还是没什么钱啊，身上多了一种游刃有余和无所畏惧的感觉，这样很好。可能是经历的事情多了吧，脱胎换骨成长了呗。好了保持啊。瑞雪，这儿呢。瑞雪，你今天怎么打扮的这么好看？哎，你这唇膏什么色号呀？好优雅呀！哎，你皮肤也变好了耶。是呢，好看吧？都是我闺蜜给我化的妆，这家工作室也是她开的。你们以后有什么需求多找她，她什么妆都会化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在网上看到过你，搬砖的小仙女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那个视频我也刷到过，本尊在此。今天她可以免费给你们试个妆，以后有什么需求多找她。可以啊，那我第一个来。好，所以坐这儿吧。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妆？江小姐，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吧？前2天祁连找过我，说是希望替你们要一张全国化妆师大赛的邀请函，不过我没有答应。动用私人关系参加比赛确实有违公平性。江小姐，你的定力不错呀。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还能装作若无其事？你的父母难道从来没有教过你，人要自珍自爱，重信守诺吗？祁先生，你要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可以提，没有必要指责我的父母。好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当初祁连是为了你，才跟那些小混混结了仇，结果连累他那些朋友都卷了进来，还有一个孩子命都丢了，你装什么糊涂啊？饭也不吃，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刚刚公安局来电话，那帮混混都已经被抓了，一会儿啊，你也要去公安局做笔录。吃饭了。都结交了一些什么样的狐朋狗友啊？为了这些人，失去了自己高考的机会，完全不知道轻重。你觉得你这样做值吗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吃完饭，我送你去局里。祁连，我有急事找你，我在理发店门口等你。江小媛。又是这个江小媛。你就是江小媛？您是？我是祁连的父亲。哦，叔叔好。我在等祁连，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吗？他不会来了。为什么？我还想问你呢呀，你为什么非得缠着我儿子不放啊？年纪轻轻的，就开始学人攀富贵了。
他不愿意帮我就算了，我们只是好朋友关系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你和祁连的事情我都知道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接近他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攀高枝吗？我和祁连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吗？你们家这么多年负债累累，最近奶奶的病情严重，你和祁连在一起，不就是为了这个时候能帮到你们家吗？我今天见他确实是为了借钱，因为我奶奶病情恶化了，我急需2万块钱的手术费。要帮忙不用这么复杂。哎呀，你不适合祁连，还是早点离开他吧。祁连是个重感情的孩子，那段时间他天天做噩梦，高考也因为打架耽误了，精神方面也受到了创伤。为什么他好不容易康复了，你却还要来害他？江小姐，你不就是想要这次全国化妆师大赛的邀请函吗？我可以给你，但请你放过我儿子，永远离开他。走进迷惘的森林，忘记曾经的拥抱和谁的约定。你傻了吧？回来灯也不开。小袁，我这儿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要听哪个？你爱说不说。不听拉倒。那我跟你说那个坏消息吧。坏消息就是大赛报名通道关闭了。但好消息就是增加了美妆博主报名通道，只要有一定播放量，还有粉丝达到一定数量，就可以参赛了。你看，海选试题和参赛证，我们都给你要回来了。这话太多了，一开始就告诉他报名成功了不行吗？小袁，你刚才傻了吧？笑都不会笑了，太傻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就是突然能参加比赛了，心里特别的高兴。让一无所有的我想找回自己。部长啊！小袁，你这画的是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这几片叶子是想来干嘛？挡脸？拿回去重画。
全国化妆师大赛的海选已经开始了。本次比赛云集了100家国内顶尖的化妆工作室，他们将在这里为成为国内最好的化妆师而展开激烈的角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的网络票选选手江小媛为我们带来了一份惊喜。她的水平在一众作品中格外出挑，票数遥遥领先。网友们都说呀，这次的全国化妆师大赛，涅槃工作室将是夺冠热门。全国化妆师大赛已经进入最后一轮预选赛，50进20，竞争可谓是十分激烈。究竟会有哪些工作室脱颖而出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总算是顺利晋级最后一轮了。这届孩子真的不太行啊，一个个创意这么保守，显得他跟个天才一样。你怎么就不愿意承认小袁确实天才呢？这是海选赛，随便乍乍眼都能博个眼球。等他进了前20，才是比赛真正的开始。到时候拼的可是基本功和经验。你觉得他能跟那些大工作室实战好多年的人比吗？给你看看。吃点东西吧。又通宵画方案了。第3轮的题目是什么？春日新娘。那正好是你擅长的领域。这方案不行。佳媛，你这个黑色指甲画的是什么？还有你这头上叠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没有看到我加了甜美元素还有清新元素吗？是，我是看到了，生平因素还不如没有。我觉得这个方案挺好看的呀。小袁最擅长的是给造型做实空间构图和视觉冲击力，这个作品怎么也不比前2人差吧？他这一身的毛病都是被你给惯出来的。你真以为他前2轮完成的很好吗？那也不至于很差吧？要不然网络投票怎么会那么高？观众就图个新鲜罢了，谁会为你的职业生涯负责？1、2次的爆火，真以为自己了不起了？你这个作品，除了生平因素还留下什么？一点灵魂都没有。那灵魂那种虚头巴脑的东西，不是吹一吹就可以了？是我们参赛的选手中是有那么几个是从大工作室出来的，那你拿出来的东西不就那么回事吗？然后评委还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吹，啊，你的灵魂好棒哦，好有灵魂哦。行，你要真这么认为，满足你这些哗众取宠的作品，你就趁早弃赛。哎。可是这已经是我拿出的最好的水平了，我已经1个月都没有好好睡觉了，真的很困。不行就放几天假吧，放松放松，说不定还能找到灵感。后天是陈方舟婚礼，跟我回趟洛杉吧。好。还在画春日新娘？没什么思路。
那就先吃饭吧。我一会儿要去见个供货商，顺利的话，应该可以解决店里化妆品的采购问题。你这个合伙人也太敬业了吧！所以啊，只能吃的简单点了。咖喱饭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你做的咖喱饭？为什么是咖喱饭啊？因为我当时都快饿死了，然后你就给我端出来这么大一锅咖喱饭，吃的我可饱了。然后你吃了我给你做的饭，还差点把我当成连环杀人犯。这怎么能怪我呢？哪个正常人会在家里贴那种照片？说起来，我学会做饭还是因为许静阳。他在医院那会儿，我天天跑去给他送饭。那个时候觉得特别对不起他，害他摔断了腿。现在才知道，原来都是梦里发生的事情。那边应该快到了，你先吃，吃完早点休息啊。那你还没吃完饭呢。来不及了。你等会儿，外面冷，多穿点儿。早点回来。知道了。快吃吧。嗯，拜拜。现在都是初级技术。哇塞！你看我现在都变胖了。你是有点胖，我好像也有点胖。你确实也有点胖。哎，你那个美妆比赛的视频我看了啊，我们大家伙天天给投票，是不是？谢谢。你必须得冲进决赛，我加油。咱们现在是不是得叫你姜老板？姜老板，我们那股份是我师傅占大头，我是合伙人之一，你知道吧？姜小圆，嗨，你好。你说你来也不告我一声，我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？走，去我屋说会儿。你们一会儿来。怎么走了呀？小圆应该真好看呢，特别漂亮啊！你说你来了也不告我一声，你太突然了。来，快，走。哎呀，我给你倒水。哎呀，你可真行啊！你不是快结婚了吗？怎么还工作呢？嗨，这服务行业就这样。客人有需要，我们就得赞扬。来，喝水。哇，好暖和。对了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我挺好的。对了，你吃饭了吗？我给你订饭。不用了，陈哥，我不饿，你坐吧。啊。陈哥。啊。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下祁连毕业前到底经历了什么。啊。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？祁连他爸找过我了。这样啊，你知道祁连跟他爸关系不好好多年了吗？能猜到一点吧。他也从来不跟我提他爸，我也没问过。他上初中那会儿，他爸有个私生子来学校闹过，后来他爸妈就闹离婚。谁都不要他的抚养权，然后就各忙各的工作，然后就把祁连放在乡下，随便他怎么折腾也没人管他。再后来，杨子的事发生之后，
他爸就意识到祁连也是需要人关心的。难怪他不爱回家呢。他还说，他回家家里没有人等他。他爸的话你也别太当真。只有在祁连最自暴自弃那几年，他遇到了你，他才没有对人生失去信心。我现在还记得，那功夫他拉着我们一起去复习，说什么要跟你考同一所大学。那他为什么没有跟我上一所大学？梁子的事儿，不会真跟我有关系吧？他是为了救我跟杨子，才跟人打的群架，结果受了处分，不能参加高考。而抓我跟杨那个黄毛，又是因为你跟祁连结的仇。那功夫也怪我们，都是扮他不小孩子，气头上来了就打了起来。结果杨子不慎摔下了楼，送到医院的时候没救下来。后来祁连也坚持不让我们告诉你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都不知道。那祁连呢？以他的性格，他肯定很内疚吧。后来他好一段时间都在看心理医生。他说他只要一闭上眼，就能看见杨子的脸庞。我那功夫也希望你能多陪陪他，帮他走出阴影。但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你去了重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，就连电话号码都换了，你俩之间就断了联系。谢谢。陈方舟跟我说，你在他办公室里哭，怎么劝都劝不住。你们都聊什么了？不告诉你。不告诉我，我也知道。我爸找你了吧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让你离开我。不是因为这个。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，你不恨我吗？恨你什么呀？恨你害死了杨子，那就太不应该了。但凡我们当年能够成熟一点，也不会酿成那样的悲剧。你爸还跟我说，我当时拿了他一笔钱，就离开你了。那个叫杨子的孩子，
之所以会没命，不就是因为这个江小媛吗？杨子的事跟他无关。跟他无关？那你怎么不接他电话呀？你敢告诉他你现在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都告诉他了，你都跟他胡说八道什么了？混蛋！我什么都没说，是他有话让我传达给你。他说他已经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学校，以后不想再看见你了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他还开口跟我要了钱，给他奶奶去看病。你看你现在还能打通他电话吗？这是他写的字条，你自己看看吧，看看可能不可能。一群狐朋狗友。本人江小媛借走了齐茂清2万元现金，并保证与其连一刀两断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当时我气得够呛，觉得你怎么这么狠。可后来长大了，也想通了，你只是想要救奶奶，无可奈何罢了。想必我爸也跟你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伤到你了吧？其实我应该找你问清楚的，因为你那么难过的时候，我都没有陪在你身边。而且如果洛杉矶没有遇到的话，没有重逢的话，你之前经历的那么多，发生那么多的事情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知道。我只会当成你是无情无义，连句道别的话都没有就丢下我了。江小媛，你不是说以前的江小媛已经死了吗？现在的你是全新的你。我跟他之间那些事儿，你难过什么劲儿啊？我是这么说，但是……好了，别但是了。虽然有些曲折，但我们现在不是开心的在一起的吗？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。都过去了，别想了。起来。干嘛？回家。无助的时候，麒麟，我想到春日新娘怎么画。你们知道木槿花的花语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女朋友现在需要回家休息。哎，祁连，你觉得这事怎么样？是不是？领结都歪了。哦，挺帅的，是吧？哎，小袁，你今天准备这束红花还挺好看的。这红色的花叫什么呀？红色的是木槿花。像月光落在手中，像流星铺满心中。I could just go anywhere with you. You are my favorite thing to do. 你会不会弹给我深藏的脆弱？没想到这个灵感还挺有效果的哈。所以木槿花的花语是什么？温柔的坚持，永恒的美丽。我记得木槿花朝开夕落，为什么它能代表永恒的美丽？因为当一朵木槿花开败凋落，它还能陆续盛放出许许多多。哪怕是朝开夕落，它的花期却很长很长，仿佛生生不息，源源不断，所以才会有永恒的美丽。那真的跟你很像。不对，是跟你很像。这段时间恍如隔世，
要是医院那天没有遇到，真不知道现在会怎样。这大概就是命运使然吧。有个问题，我一直没想明白。什么问题？为什么你都不记得我了，却还记得我的手机号码？那明明是我爸的手机号。那你还背得出其他人的手机号吗？背不出啊，谁没事背人手机号啊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在灯塔系统看到的一切，都是有现实映照的。那些曾经在我们记忆里停留过的人事物，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？或许恰恰和我们的心愿相一致。你是说我能背出你的手机号也是有原因的呗？高中那会儿，你一遇到麻烦就给我打电话，这个手机号我就没换过。后来出国读书也一直留着它，大概是在等你打给我吧。但是我一次都没打给你吧？是啊，你一次都没打给我，但你依然记得它。即便是去了灯塔系统的世界，你也依旧没有忘记。你嘚瑟什么呀？你不就想说你在我心里很重要吗？嗯？张小媛，你的潜意识从来没有忘记过我。我知道了，你炫耀什么呀？你在我心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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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重要，行了吧？还差一点吧。You want it.你从不愿看地。